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又来讲我们的老朋友啦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这么多观众这么关心 Glock 的事情呢。简单的来说，没错 ，Glock 又发神经啦，他又去开了一个联盟，然后把他的账号全部放在同一个联盟里面。他只是光靠他一个人就把联盟礼物提升到3等级。我跟你们讲 ，Glock 他这个氪金能力呢，就相当于那种比较小的王国整个联盟的玩家加起来的氪金能力。他是真的很有钱啊，但是他的那个人呢，就有点怪怪的啦。然后把他那4个账号全部都放在同一个联盟里面，就是现在跟我们看到的情况有一点不太一样啦。每一天这个人都在变化，然后我又不想特意为了他专门去做一个影片，然后过2天他又有新的更新，又做一个影片，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算是整理了他这几天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首先一开始看到的就是有玩家发出了这个截图，就是 Glock 他又自己去开一个联盟了，然后他这里就说到他们不会让那些坏人去得逞控制他们，要跳出思维去思想。然后这个不是唯一的图片啊，然后有玩家就把他的那些账号全部都放出来，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原本自己用的主账号做盟主，然后其他3个账号就是做成员这样子。当然有一些玩家就为他歌颂啊，就觉得说他很厉害呀，然后还有做出这样子的图片。但是他那个金箱子是真的很多，这个是3天前分享的图片，还是1等级而已。但是现在他这个联盟已经过了3天之后就直接飙升变成3等级了，是真的有点夸张。但是你们也可以注意到，现在他的那个人数变成2个人了，那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还好之前我做影片，然后有把他的那个账号 ID 全部都记录下来了，所以这边我们先搜索他原本自己的主账号。他现在这个主账号呢是进入了他们的王国联盟里面，然后玩家的名字也换了，变成 EPG Mia， 这个是谁来的？不认识。但是现在他是已经接手了 Glock 这个账号，然后 Glock 他另外一个账号之前看的时候是 Glock for Roll 这个名字嘛，然后后来他现在是已经改了名字变成 Glock 02，看起来这个账号应该还是他自己在用的，只是名字换了。然后他另外一个账号呢，名字原本是叫 It's Me Glock， 现在他这个账号就变成这样子了。Arrow 发生什么事情3672的，但是他是已经不在联盟里面了，头像也变成 Arrow 4444，所以他这个账号是没有用的吗？哇，有点浪费耶，这个账号还有一点气意耶。第4个账号就是这个账号现在的情况依旧还是用着他自己的名字，只是名字改了，然后他的头像也改了，就在他这个提升到3等级联盟礼物的联盟里面。那我先讲一下，我去问过了3672管理层那边的情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。首先就是一开始他建立这个联盟的时候，没有人去惹他，就是没有讲他什么东西，没有去弄他的账号，没有做任何的东西，他就突然之间发神经开了这个联盟，然后把自己所有账号都拿进来这个联盟里面。但是这个是3672单方面的说法，因为看到 Glock 那边呢也是有人把它分享出来了，就是 Glock 有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他原本在这个王国里面有6个账号，然后他把2个账号借了出去，借了给一个叫 M 的玩家，但是他这边没有说完整的名字，只是说 M 而已。甚至为了帮他们的王国在这里充了20个金箱子。起初这个叫 Normal 跟 M 的玩家邀请他来这个王国，并且让他一起担任国王，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兑现，他也没有投诉什么问题。自从他加入了这个王国以来，他大概就是花费到300到400个金箱子，努力的把这个王国推向巅峰。这样做是为了要看他们获得胜利。他把一个账号给 M 用的时候，在这一段期间他有尝试要登录，但是他发现到他的密码被改掉了，他的手机和 Gmail 都没有访问权限了。他改了每一个设置，添加了5-6个不同的恢复方法来偷取他的账号，这些他都有证据。他成功找回了自己的账号，发现10天前他们就做了这些事情。他立刻改回了所有的设置，并将
这个玩家 M 踢出去，以后都不会想要碰到他的账号了，他是一个小偷。至于他另外一个账号叫 Glock vs Hacker， 他发现到有一个位置的 Samsung S24 手机登录密码也是被改了。Normal 的表现非常奇怪，他坚持把账号留在网国里面，还问他要把账号卖给谁，他就表示说这个账号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充值的。这个 Normal 玩家是没有更新任何东西的，他只是想要蹭他的账号而已。然后他可以追踪到这些删除 Gmail 数据的位置，这边所显示 Normal 跟 M 居住的国家就是在巴西，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偷了他的账号，并且用这个方法迫使他留下来3672，就是说他们恩将仇报啊，因为他丢了这么多的金箱子在这个王国里面，还带来了这么顶级的账号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就是说这两个人背叛了他们，但是他说他的账号会留下来，他依旧还会跟他们一起战斗，如果他的管理层不喜欢这样子的话，他将会彻底离开。还有说 Normal 跟 M 这两个毫无贡献，也是讲一大堆谎言，还有讲他的账号从来没有让代打上过，一直都是他自己本人在玩，这一切他都有证明。但是我听到另外一方面的说法是讲 Glock 其实是他自己忘记密码，但是谁讲的是对的，谁讲的是错的，这个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。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把自己讲的比较好，把对方讲的比较差嘛，所以这边呢我就是陈述给大家知道而已啊，我没有去批评讲谁讲的是真，谁讲的是错的。如果要证明，最好的做法就是 Glock 他把这些东西全部公开出来啦，不然的话我觉得可信度应该挺低的。还有包括3672那边也是，但他这边都说他有数据可以显示给大家看了，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真的，但是现在 AI 这么厉害，谁知道呢？有可能是做假的图片呢。并不是说我要一直去怀疑 Glock， 而是因为他之前做过太多离谱的事情了，做了很多捣乱的事情，所以不得不去怀疑他。还有就是我问到他另外一个账号，就是他主账号的情况，把这个账号给卖掉了，所以才看到他的名字换掉了。至于另外一个账号呢，不确定是什么事情啦，反正他的情况就已经变成这样子，有可能他自己还是可以登录这个账号，谁知道哪一天呢，这个名字又换回去 Glock 的名字了。这样看下来好像 Glock 就已经不要玩了，又或者是他想要自己去玩那个游戏。但是3672那边的管理层跟我说，他又开了另外一个账号，在1903，好像是跟另外一个玩家买的，就是变成这样子了，也是一样用他的名字，但是他这里的相册已经换掉了，不是用回他之前的那个相册里面的照片，头像也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啦，所以表示说下一个受害者王国就是1903了，但是账号已经在那边里面了啦，然后是在 R3 的位置，至于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呢，我们之后再更新吧。那最近呢我就发现到在脸书讨论区那边呢有一个玩家很奇怪，他这边所说的发言呢全部都是在赞颂 Glock 如何如何， Glock 很好，全部的人都针对 Glock， 都说 Glock 怎么样，但是他觉得 Glock 很厉害。就比方说像这边就有讲到很多人就说 Glock 啊去到哪一个王国都在捣乱啊，但是他觉得 Glock 他不是反派，他是一个钢铁硬汉在这个充满腐败、鼠目寸光领导层的世界里面，他是一股拨乱反正的力量。我讲到他好像很厉害、很雄伟这样子。那就说到之前3513跟3473的王国里面，管理层没有把他视为比较重要的并肩作战的传奇伙伴，反而他们把 Glock 当成是水鱼，这个是广东话啦，就是那种人傻钱多的那一种玩家。因为 Glock 的账号呢，就相当于3到4个那种大佬的账号，有430亿的击杀，而且他只是光靠一个人而已，就贡献了差不多整个联盟85%的金箱子。就是说 Glock 才是真正厉害的玩家，他不需要靠任何的人，他是一位不需要成名的国王，就是讲他以自我为中心了，不需要其他人。他离开这些联盟的原因并非是因为背叛，而是因为他的标准高于那些领导层。然后最后就还有警告3672，叫他们小心，说 Glock
Glock 依旧还在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是看到他账号依旧还在3672王国嘛，留下了2个账号作为曾经的辉煌缩影。如果他哪一天不再漂流了之后，想要真正的坐上王位，整个万国觉醒的力量平衡将会在一夜之间重组，就是说他可以颠覆整个万国觉醒的伺服器这样子啊。他是一个隐蔽的国王，他要向大家证明真正的权威并非来自头衔或者是追求者，而是敢于孤身面对满屋子的枪口，并持续为正义而战的胆量。那他这个贴文写完之后呢，可以看到下面的评论其实比较多的玩家都是觉得说 Glock 他本身就有问题，不然就讲这个人就是 Glock 的舔狗，因为他其实发了很多篇贴文都是说怎样怎样崇拜 Glock 啊 ，Glock 是怎样的人啊，是不需要你们之类的，还有说 Glock 就应该要被清零。更加有一个主播就说，就算你这样子舔他，他也不会买金箱子给你。那其实我说实话，假设说这个玩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，其实谁会想要去写这个贴文来嘲讽他，去讲他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出名的玩家有蛮多，像爸爸啊，像巴黎队长、俄罗斯父子、咪咪等等，为什么就没有人专门做那种影片讲哦，他们有多么的不好，多么的糟糕，他们到处去搞事情等等？你们能够理解那个逻辑吗？如果像 Glock 他这样子的大佬哦，他真的是可以卖很多金箱子的话，那其实多数王国都想要邀请他过去，反正我们都可以舔金箱子嘛。那为什么大家都拒之门外，都说 Glock 有问题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他的这些负面舆论应该不会这么多才对。就比方说像巴黎队长，我讲真的，我在这个游戏这么多年了，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去骂巴黎队长，讲他怎样的，所以我有点搞不懂他这个 Glock 他到底是在想什么东西。他玩这个游戏是想要让自己出名，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享受这种光环的，不管是好的光环也好，还是坏的光环也好，只要有人去讨论他，知道他是谁就足够了。然后其实我这个影片的画面呢，是距离前面我所讲的内容呢，可能也是隔了好几天的时间，但是可以看到它的等级依旧还是卡在3等级，所以我觉得大概率 Glock 应该是没有再登录了，或者是他没有再用这2个账号去花钱了。但是我觉得这2个账号放在这边也是很危险的，哪里知道有一天他又突然发神经又搞事情的话，可能这个王国里面的小号都会遭殃。因为3672他们的 KVK 报名已经出来了，他们也不能再跳过报名了，所以有很大可能在他们 KVK 期间，在失落之地里面 Glock 可能会在王国里面又搞一些事情啊，去打人家的小号。所以就跟你们讲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不要乱找一些大佬进入你们王国，大佬的脾气是最难去管理的，要遇到好的大佬是真的很难。反正我多数看到的大佬一定是有自己的问题啦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，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又是 Glock 的话题因为很多观众都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所以我今天才专门做这个影片跟大家讲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